林婉儿的话也给了叶晨些许启发，他沉思片刻，自言自语般喃喃道：孟长生虽一生痴求长生，但或多或少还有些许残存的七情六欲。他问道，刚有所成果的时候，也确实专程返回去向江家老祖兑现承诺，只可惜江家老祖福薄缘浅，差几天没能等到他。而后他在10万大山闭关，也没能做到不问世事，不触尘嚣。当目睹林仙贝和吴飞燕二人被清军追杀的时候，他同为汉人，也向二人伸出了援手。如此看来，他给林前辈那枚戒指，希望他匡扶汉室，想来也不是随口一说。这戒指说不定在他看来，在当初那个年代，还真有匡扶汉室的可能。否则，若只有一个危急时刻能传送的功能，如何杀得过当年清廷100万兵马？说到这里，他问林婉儿：林小姐觉得这戒指还会有哪些隐藏的能力？林婉儿道：别的奴家不敢说，但百转千回丹的丹方，想来应该就与那枚戒指有关。吴飞燕想得到她的最大动力，就是想得到百转千回丹的丹方，开启自己的下一个500年。叶晨点点头，咂嘴道：或许它还是一件蕴含了攻击阵法的法宝，只是我实力不济，暂时还没能发现他这方面的能力。说着，叶晨单手持握方向盘，另一只手从口袋里将那枚戒指掏出来，捏在指尖端详，疑惑道：孟长生将戒指交给林前辈的时候，清军已经席卷中原，如果他真觉得这东西能帮林前辈匡扶汉室，那他就得具备可挡100万兵的实力。叶晨忽然有些心生向往，如果这个推测是真的，那这枚戒指就理应是一枚神器。当然，极限传送的能力也确实很强，但这看起来更像是被动防守的保命技能。如果靠这种被动技能在那个年代去推翻清廷，恐怕至少也得死个几万甚至几十万次。况且戒指的这个功能也并非可以如此循环使用，每一次使用过后都要为其注入大量灵气，若不是自己有大量丹药支撑，恐怕现在还在半死不活的养伤，连自身都恢复不过来。想恢复戒指就更是痴人说梦了。所以如果戒指就这点能耐，孟长生把它交给林竹鲁，让他一个人出山去匡扶汉室，就等于是《西游记》里九头虫对奔波儿爸说：“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一样，不可理喻。”这时，林婉儿问叶晨：“公子先前一直向他注入灵气，可曾试探过他究竟能容纳多少灵气？”叶晨摇摇头，自嘲道：“这谁敢一直是他？每次尝试，他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几乎所有的灵气全部掏空。我用培元丹将灵气补足，他又会在瞬间抽得一干二净。如此反复几次，也依旧不见他有停止的迹象，感觉似乎多少灵气都不够填满他的需求，像个无底洞。我的培元丹数量有限，所以一直没舍得试。”林婉儿理解的微微点头，灵气珍贵无比，若真是这么无休止的尝试，还真是有些心痛。说着，他又道：“可是公子，这戒指毕竟救过公子的命，若是公子当初没有将灵气注入其中，恐怕他在关键时刻还发挥不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所以奴家觉得，公子即便加大在戒指身上的投入，将来也一定能够得到他的回报。他救过公子一次，将来也定然不会辜负公子。”叶晨微微点头，开口道：“待回华夏之后，我抽时间再炼制一批培元丹，届时豁出去搭上一炉培元丹，倒要看看它究竟有何功效。”车辆在北欧的黑夜之中行驶了将近10个小时，在度过了不足2个小时的白天之后，便很快又变成了那种极致空灵的黑。为了图个方便，两人决定在抵达临恩之后，便直接去北欧皇室的度假屋。北欧皇室的度假屋建在临恩北部山丘的山顶缓坡上，一条小路直接来到山下，前路便被铁栅栏门挡住。叶晨拿出北欧皇室管家给自己的钥匙，下车将铁栅栏门打开，随后便驱车一路盘山而上。这里的山并不算高，也不算陡，相反，这里的山就像一碗是倒扣在桌面上的米饭，不仅地势十分平缓，就连线条都十分柔美。
北欧皇室的这栋度假屋是一座非常古朴典雅的木质建筑，房子很大，有9间卧室，而且客厅、书房、餐厅一应俱全，至少能容纳20-30人在此生活。叶晨与林婉儿将车停在度假屋门口，用钥匙打开门。虽然这里很久没住过人，但皇家有专人定期上门通风打扫，所以房间里干净的可谓一尘不染，而且再加上这里天气相对干燥，所以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异味。偌大的客厅正中有一个真火壁炉，与城市中很多人用壁炉作为装修的一个元素不同，这里的壁炉是一栋房子真正的取暖来源。冬季的山上被积雪覆盖，还有来自北方的寒冷空气，所以这里的天气也十分寒冷。叶晨见壁炉边上有些许劈好的柴火，便取了一些将壁炉烧了起来。随着壁炉的火越烧越旺，度假屋内的寒冷逐渐被驱散，逐渐到了一个舒适的温度。林婉儿参观了一下度假屋的布局和结构，回来对叶晨说道：公子，这里房间都挺好的，设施齐全，每一层都有一个类似主卧的大套间。公子若是没意见，不如住1楼最大的那个房间，奴家住在公子隔壁。叶晨随口道：最大的房间留给你吧，我睡你隔壁的房间就好。林婉儿也没有拒绝，而是笑着对叶晨说道：一切听公子安排。说着，他不由看向窗外，激动地说道：公子快看，极光！叶晨闻声看去，只见度假屋北侧的窗户外，可以看到在不远的半空中浮现出了以绿色为主、彩色为辅的奇妙光芒。那光芒悬浮在空中，不断变形，像极了科研人员看到的某种电离现象。而当这种现象在眼前铺满天地之间的时候，那种震撼属实令人心潮澎湃。这是叶晨第一次看到极光，美丽动人的同时，还充满了神秘的感觉。林婉儿这时激动地拉起叶晨的手，脱口道：公子，我们出去看吧。叶晨来就是陪林婉儿看极光来的，又怎么可能拒绝？于是便与他一同出了门。方才在屋内窗户观看，多少有些坐井观天。出来之后才发现，这乍然出现的极光，竟然绵延的整个夜空，一道道扭动闪烁的极光，就像是一道夹在天与地之间的梦幻纱帘，让叶晨看得如痴如醉。林婉儿不禁感叹，海伦娜女皇借给我们的这套房子实在太完美了，我们不需要翻山越岭，就可以在这里近距离观察到绝大多数的极光，而那些住在山下的人，想看这极光就没这么容易了。不但风景被山挡住，就连上山的资格都没有。叶晨微笑附和道：看来北欧皇室当初是把全国看极光最好的位置给买下来了。说着，叶晨忽然感觉脑袋没由来的一阵抽痛，嗡的一声，好似有什么东西从大脑里冲了出来。他正低头揉太阳穴的功夫，林婉儿忽然指着天空惊呼道：公子快看，极光的样子变了。